这边要注意，在左边，看到805吗？就是在这里，我的心快要停下来了。左拐，向前，我们走上楼梯。你到楼梯顶了吗？看到你面前那些标有号码的空格了吗？这是进去的关键。你需要一个密码进入，但别担心，有我在。把你的手放进这些洞，试试看。4598，如果右边的门打开，那哪儿都去不了了。不行啊，再试试。1637，门开了吗？好，我们往左走。服务员向你打招呼，朝他微笑吧。沿着走道到一个在你左边的长长的吧台，过去，坐下吧。坐好后，帮我点一杯马提尼吧。他就在酒吧，在抽烟。我在他身旁坐下来，就像你现在那样。我能够听到香烟在他唇间燃烧的声音，我可以看到烟雾在细细的光芒中缭绕。那一刻感觉像永恒一样，我们之间分开了多少个春秋。他从他的钱包里拿出一张纸，他把纸条轻轻地沿着吧台推过来，推到我的玻璃杯旁边。那曾经是我们约会信箱中的一张。他慢慢地开始说话。我遵守了我们的承诺，他说。他一直写信给我，每天都写，但是他写的信都被退回去了，没有打开过。当他几年后获准回到上海的时候，他发现我们全家已经去了美国。我父亲确保不让他知道我们去了哪里。我再也不能弹钢琴了，他告诉我，钢琴的声音变得不能忍受。如果你听不到的话，弹钢琴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所以我开始写作，他帮助我康复心灵，他说。终于我说话了，这些话一直有在今天的路上回响。为什么现在？我问。为什么现在你才想见我？难道这不能几年前发生吗？沉默又回来了，他点了另一根烟，慢慢地吸了一口。我们可以给予承诺，却不能控制生活。生活的艰难比我们更强大。我们可以决定一切，也什么都决定不了，他回答。他谈到他正在写的那本书，他很快就会完成了，但是几个月来，他的结尾一直写不出来。我想给他取名《离别颂》。他说，你喜欢这个名字吗？我跟他说我喜欢。那故事是关于什么的呢？他慢慢地回答，你。丽君，你打算怎么写完这个故事？我问。跟开始一样，他说，永恒的，没有开始，没有结束，一段还没有成为爱情的爱情。我微笑着看着镜子，在一瞬间，我看到了以前投入爱情的我。他也在镜子里朝我微笑了一下，他说，现在我们终于可以互相道别了。现在也是我跟你们说再见的时候了。
我的电影到此为止，我会让你重新回到自己的生活里，李军也可以去完成他的故事。就像李军说的，我们可以给予承诺，却不能控制生活，所以我会让生活顺其自然。希望我们以后会再见。